大家好，我是文大家好，我是丽蓉。丽蓉。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要聊怕。怕呢是新的 HSK3的内容。嗯好，那丽蓉，你会怕变老吗？我当然会怕变老，每个女人都喜欢漂亮，那变老了可能就没那么漂亮了。但是我觉得心理年轻更重要。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怕变老的呢？我觉得可能是几年前吧，比如我去拍照的时候，发现因为我的表情很丰富，一直喜欢笑，然后发现我有表情纹，比如笑的那个眼角纹什么的，我开始觉得哇，我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？比如说去买一些护肤品，让它这个减缓这个皱纹的生长。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会笑，就算减缓我还是会笑。这个是性格的问题。对对对，没办法。那你有没有怕变老？怕呀，怕。怕。其实我怕变老，更多的不是说我的皮肤的问题，嗯，我怕变老是怕我的记忆力下降，然后怕我的体力下降。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疫情前5、6年前，我的精力是非常非常旺盛的，我每天可以做很多事情。但是呢，现在我可能每天做1、2件事情就会觉得很累，我觉得我的精力下降了，所以这是我害怕变老的原因。然后呢，我怕我的肌肉的水平下降。所以要多锻炼。对，是的，嗯要多锻炼。嗯，你怕各种虫子吗？或者是各种动物？虫子，我想想啊，嗯像一般的他们说的那个蜘蛛啊什么，我是不怕的。但是有一种虫子叫隐翅虫，嗯我以前也不怕，它是小小的一个虫子。嗯，但是呢，如果一旦它爬过你的皮肤，你的皮肤就会烂，哇，这什么虫子啊？真的烂，因为它会分泌一种像硫酸一样的东西。哇，好可怕呀，这虫子。对，你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但是这个虫子哪儿会有？中国会有吗？中国有，然后泰国。哦，我其实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？因为我想笑笑你，因为你肯定，我想你肯定会怕各种虫子啊什么的。我是什么都不怕这种虫子，但是现在你说这个，哇，我觉得有点害怕哎。是因为去年不对，是前年2025年的时候，我在泰国，然后我的腿的后面嗯，突然肿了，特别红。哇，那么严重吗？对，然后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然后我去药店，然后药店的大夫说可能是被这种虫子爬过了。哇，好可怕呀。那我们做视频的时候呢，会把这个虫子的样子放在视频里。让他们小心点儿。对，一定要小心，在南方很多。好，那丽蓉，你怕失去什么呢？我很怕失去别人对我的信任。嗯，嗯。我觉得如果谁就是突然不信任我了，然后觉得我说什么都没有说服力，然后都觉得不是真的或者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可怕。那你呢？你怕被别人误会吗？要看这个人他是谁。如果是我非常亲密的朋友，但是我觉得一般我非常亲密的朋友都很了解我，不会误会我。嗯，但万一如果他们误会我了，我会跟他们解释。但是如果是不是朋友，或者是非常非常一般的人，我们都不能称之为朋友的人，如果他们误会我了，那就误会吧。嗯。也是，就无所谓了。对，是嗯的。所以如果说，怕不怕别人误会，我会怕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，亲密的朋友误会我。就是你认为最重要的人，对吧？是的。嗯，好，那丽蓉，因为现在我们是老师哈，对。我想问你，小时候你怕老师吗？其实不怕。小时候我跟老师的关系很好，然后老师都会让我，比如说做课代表啊，或者帮老师做一些事情。但是我在小学刚刚开始的时候比较淘气，那个时候特别怕老师。但嗯，是是很短的时间，后来就变得好了，然后老师都喜欢我，然后就不怕了。那你的学生怕你吗？我的学生他们说，你看起来
跟我们都很和善的样子，但是如果什么事情做不好，很严格、很严厉，然后就其实还是很怕，然后给我做了一个表情，就是该交作业了。对，昨天有一个学生发给我一个表情包，就是交作业，那个表情特别丑。你呢？就是你怕麻烦别人吗？麻烦别嗯。人，比如说什么事情呢？比如说，你去一个城市旅行，但是这个城市有你的朋友，那朋友觉得，你来到他的城市了，应该招待你，那这个时候你怕不怕麻烦他呢？这个时候我不怕麻烦他，嗯是这样的，如果我想见这个朋友，那我不怕麻烦他，因为嗯我想跟他花一些时间，然嗯后我想跟他见面。嗯但是如果是不太熟悉的朋友的话，我可能不是说麻烦他吧，可能我不会跟他见面。如果我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会告诉我的朋友我需要帮助，那我不会怕朋友拒绝我，就是我会提出要求，然后让朋友帮我。但是呢，如果他拒绝我也没有关系。我为什么说这个？就是因为如果我去旅行，可能有的朋友在各个城市或各个国家，然后其实我还挺想见他们，但是我又怕我去了，然后他们各种麻烦，比如说不工作，然后陪着我，或者什么，我又不好意思说这些东西，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儿麻烦他们。是这样的，很多年以前我去了一趟欧洲，然后呢，我去德国见了我的2个德国朋友，嗯他们告诉我，他们很开心我去那儿，然后会联系他们，然嗯后我也住在他们家里。嗯，他们说之前有另外一个中国朋友去德国了，没有联系他们，他们很伤心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是，哦。丽蓉，你反过来想一想，如果是你的朋友来北京旅游，他联系你，或者是说你想带他去一个地方玩儿，你想跟他见面，你觉得这个是麻烦吗？啊，不麻烦，我觉得很开心的，嗯，对呀，是。所以虽然现在我们都认为我们的时间是最宝贵的，对然后呢，网络呢也非常的发达，我对们在网上可以随时的联系朋友。但对。是你觉不觉得像这种面对面，就是见面的机会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了？对对对，我觉得见面会更亲切吧。是，嗯，所以其实我会珍惜每一次跟朋友见面的机会。对，嗯。是这样的。特别是在不同的城市，然后不同的国家的朋友，因为你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们。对，所以现在我也不怕麻烦别人了。丽蓉，你经常去旅行，旅行的时候你最怕发生什么呢？我最怕发生一些突发状况，嗯，就像你们上次说奇怪的事情，我没发生过那种奇怪的事情。其实你说完以后，我真的害怕发生那种情况。如果是我一个人，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应付。是。其实，奇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慌乱，不嗯知道怎么办，嗯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。嗯。但是当这个事情过去以后，你发没发现它其实会是一种很棒的回忆？嗯，是的，是一个记忆很深刻的一件事情。是，然嗯，后现在比如说我们聊天的时候，我还会经常说：“哎，丽蓉，你记得吗？上次我们在哪儿哪儿哪儿，然后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”对对对，是，我们会记住很多美好的时间，然后呢，也会记住很多这种奇怪的事情。对，只有这些事情让我们记忆很深刻。嗯，是，对。那小时候如果你做错事情，你怕不怕你父母说你或者打你什么的？怕呀，你怕吗？啊，对，我怕，我小时候经常被打，被打？对，我爸爸会打我。是真的打吗？还是吓你？是真的打，因为我爸爸就是脾气很大，然后我也很淘气，确实很淘气，做了一些特别不好的事情，然后我爸爸就真的会打我。你小时候是一个淘气的孩子呀？对，很淘气，什么都做，跟男生一起玩儿，然后跟男生一起从学校跳墙，然后我跳得很好，然后结果一个男生跳下去脚骨折了，学校要求请家长，所有的家长都去，然后发现我是一个女孩子，剩下都是男孩子。你说我爸不生气吗？哦，那肯定很生气。我现在想一想，如果是自己的孩子现在做这种事儿，我得气死了。所以我现在很理解我爸爸打我。那其实我觉得我对你还不够了解。
我真的以为你小时候是那种特别乖的孩子。一个阶段，小的时候特别淘，过了小学我就变得特别爱学习，然后一直学习的孩子了。哦，很奇怪的，那是不同的年龄段。对对对，好，那丽蓉，你恐高吗？恐高就是你怕从一个很高的地方往下看吗？其实还行。嗯第一下可能会觉得有点儿恐慌，然后但是后面就好了。嗯，嗯，那你怕你的学生不喜欢你吗？我怕，哦，很怕嗯。吗？挺怕的，但是我不怕他们因为我的性格不喜欢我，我会怕他们不喜欢我的教学方式，嗯，然后我会怕他们的成绩没有提高，他们的汉语水平没有提高。所以是一个真的很好的老师，时时刻刻想着学生。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很严格的老师。对，我觉得学生们会认为你是很严格。嗯，其实我一直想，我也告诉我的学生，学习它不是一件无聊的事情，我希望他们可以快乐的学习。但是有的时候可能，虽然我希望他们快乐，但是呢，同时我也会比较严格。嗯，有点儿矛盾的老师。是，好，那丽蓉，你害怕自己的缺点被别人看到吗？这个我不怕，因为我真的是有很多优点，所以我缺点很少。嗯，丽蓉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。大家看过我们那个就是羡慕的那个视频吗？我真的非常羡慕丽蓉的自信。他真的不是夸我呢，这句话我听出来了，他觉得我过于自信了。没有没有，是真的。我觉得我非常羡慕丽蓉的自信。是这样，确实，我刚才开个玩笑，其实确实别人发现我缺点，我觉得没关系，发现就发现吧，我是这样的。是，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缺点和他的优点。每个人不是完美的，对吧？是的，没有人是完美的。那我想问你，晚上一个人在路上走，你怕不怕？如果是在北京的话，我不怕；在中国，其实我也不怕。但是如果是在一个我不太熟悉的地方的话，我可能会怕。不太熟悉的国家，就是在你熟悉的地方你不怕，不熟悉的你会怕。是的，你呢？我就问你这个问题的初衷，是因为我小时候就不怕，我自己一个人就在外边走，晚上了很黑了，我爸爸让我去买东西，买一些我爸爸需要的一些小东西，我就自己去超市买了。然后别的爸爸妈妈就会说，你看，丽蓉就可以出去那么黑出去，然后他们的孩子就特别一黑了就很害怕了。所以我这个时候确实也是胆子很大。这个也非常符合你的性格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所以现在我又觉得我是了解你的，因为我叫你梁大胆。对，你看我有多少名字，梁大胆、老狼，各种名字是不是？那你会怕别人叫你的昵称吗？我不怕，嗯叫吧，随便叫吧，叫了其实证明你们一直在看我们的视频，其实。但是你不觉得有一种亲切感吗？啊，对，是的，那丽蓉，你会怕在外边的时候，你会怕你的手机没有电吗？现在是怕的，因为我们现在什么都用手机，买东西，然后拍照，然后联系朋友，然后发信息，各种事情都要用手机。如果没电了，我有一次想试一试，我一天不拿手机会怎么样？我真试过，很难。哎呀，我这心里边急呀，呀，谁联系我了？联系我有什么事情怎么办？我自己觉得好怕呀，怎么办？如果谁联系我错过了怎么办？其实那一天回家看，真的没什么信息。没有人联系你。不是没有人，肯定是有，但是很少。很多年前我也试过，就是那个时候很流行戒手机。哦，戒就是戒一个上瘾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们说戒烟，然后戒酒，戒手机。对，然后我常常是周末的时候，周六的时候做这个事情，嗯，很难。对，特别难，真特别难。对，就是心里就是像有火在烧一样。对，就是想拿个东西，然后看没东西。对，然后呢，其实晚上打开手机的时候，发现也没有人联系我。对，就是是这样。我就那次发现，其实我真没那么重要，对对对对对，是。其实更多的是自己的那个瘾。自己的瘾。对，是。那你就是在国外，如果听不懂当地语言的时候，你怕吗？
不怕，因为当然，如果是非常紧急的情况，我会怕，比如嗯说发生了紧急的事情，什嗯么地震呀，然后海啸啊，然后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我会怕。但嗯是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嗯，啊，敲木头，摸木头，我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发生。嗯。我没哦。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所以其实我不怕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而且现在我们有非常好的翻译软件。对，但是因为我听说很多朋友他们不敢去国外，他们都是怕听不懂当地语言，然后没办法沟通，就玩的不开心，他们是这样说的。嗯，好，那丽蓉，你会怕别人不喜欢你吗？你觉得我会怎么回答？我觉得你会怕。对，嗯。我觉得我的性格是这样，然后很自信什么，但是其实我很怕别人不喜欢我，我希望每个人都喜欢我，所以呢，有的时候不太拒绝别人，然后特别是朋友，比如说一起玩儿啊，约着一起玩儿，就算我没时间，我可能说啊，过2天吧，这是你不喜欢的，我知道。你对。说你为什么嗯。不直接说？因为我怕朋友不开心。其实嗯。不开心，怕朋友不开心的意思是怕他不喜欢你了。嗯。那你会怕拒绝朋友。对，会怕拒绝朋友，跟朋友说不。嗯嗯。那既然你说到这个啊，那我很好奇，就是现在你没有拒绝朋友，嗯可是2天后你还是不去的。就比如说2天前朋友约你，你说哦，嗯那我看看吧，我到时候可能去。但是其实你知道你2天后可能是不去的。那在这个时候，你还是要跟朋友说你不去，还是在拒绝朋友，你不嗯，会怕吗？是这样，这就是我一个拖延症的问题。我就嗯。觉得能拖一天是一天。我在想，万一我有时间了呢？或者万一有什么事情，就是他也有事情了呢？然后就两个都不得罪了，我是这样想的。但是其实往往是适得其反。所以这2年我开始慢慢的试着不那样做了。嗯哦，那你一说拖延症，我可以理解了。嗯，因为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。对对对，我只是告诉你，就是如果你不能来的话，你就直接拒绝我。但是对对。我没有问过你，就是你为什么当时不拒绝？其实这个我们没讨论过，但是其实我也不怕你知道这个缺点，确实这个拖延症是我的一个缺点。嗯，那我现在可以理解了。但是我也慢慢变好了，现在其实。是。那我还想问，你怕不怕生病？怕。以前不怕，但是现在随着年龄上来了，嗯就是身体可能也没有以前好了。嗯我刚才说的会特别容易累呀，然后没有那么多精力呀，我会越来越害怕生病，而且嗯我会怕自己的朋友和家人生病。嗯，但是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对，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。以前我可能去寺庙里面拜拜的时候，我会祈求，然后比如说祈求，我可以去哪儿玩儿，然嗯后呢可以许愿，然嗯后我可以有很多学生，有很多嗯钱，嗯然后或者是我可以变得越来越漂亮。但是最近这些年，我每一次去寺庙许愿，都是希望朋友和家人安全和健康。对，健康是最重要的。是的。哎，丽蓉，就是刚才你问我出国旅游的时候怕不怕听不懂当地的语言？那你怕就是说外语，比如说说英语啊什么的时候，你会说错吗？我会说错，但是我不怕说错，这就是我自信的地方。反正我说错了，可能有的朋友会提醒我，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也明白意思，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语言应该多说。是的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说汉语的时候你怕说错，你要多向丽蓉学习，不要怕说错。对，就是胡说八道。那也不行，那也不能。那我想问，你怕一个人做一些事情吗？就是比如说自己看电影，然后自己看病什么的，就是没有人陪。我不怕。嗯因为我经常自己去看电影，然后呢，我也经常自己去医院做一些检查。嗯那比如说以前我在等课的时候，我8点到9点有一个课，然嗯。后呢下午1点到2点有一个课，中间呢有很长一段时哦，中间。间就空了。对，那我不能说我马上问丽蓉，哎，你过来跟我看电影吗？你可能过不来。对嗯。对，所以你就这个时间安排看一些电影啊什么的。对，所以其实我经常一个人去看电影。然后呢，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，因为我的眼睛它会嗯经常红，嗯然后呢，
第一次犯是在我在大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人去医院看病。嗯。那个时候其实会有点想哭，因为很小嘛，然后会觉得哦，好可怜，嗯，我一个人对，去看病。对。以前小时候都是妈妈带着嗯去，嗯嗯，但是现在因为长大了嘛，我觉得一个人去看病也没有什么。对，对，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去医院检查身体，然嗯。后我的妈妈说我陪你去吧，然后我说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嗯，其实我也是，如果这个时候我宁愿自己去，我嗯，怕万一有什么问题，然后我自己一个人知道就好了。对，是。嗯嗯嗯，好，那丽蓉，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比赛的时候你怕输吗？这个我也不怕。我觉得我参加了，然后不管是反正我肯定是想赢的，我肯定是想赢的。但是如果输了，那就输了吧。嗯，嗯是，其实我们常常说重在参与。嗯，对。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吧。好的，在北京冬天的时候特别冷，你怕不怕？我特别怕冷，嗯你别说冬天了，就算是夏天，如果我在一个空调房里，我嗯也会很怕冷。嗯然后我常常会就是把空调的温度调高一点，如果有其他人在的话，然后如果是我自己的话，夏天我一般都不会开空调。嗯。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呢？因为你刚刚从清迈回来，因为清迈没有特别冷的天气，然后这个冬天是在北京过的，所以我想问你这个问题。嗯但是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在清迈住了2年以后，我嗯发现我的体质有变化，就是我的身体有变化，嗯，我没有以前那么怕冷了。那挺好的呀。嗯，对，是，所以我觉得清迈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。又开始了。嗯，好，那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怕的事情。对。如果呢，你有什么怕的事情呢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那如果呢，以前你是丽蓉的学生，你也可以给我们留言，告诉我们以前你怕不怕丽蓉？对，怕我吗？嗯，好，那希望看完了今天的视频，你可以学会怎么用怕。怕。那今天的视频我们就拍到这里吧，丽蓉。嗯，好的。好，下期视频见，再见。拜拜。